因為被藍營說呢，你卓榮泰在操作國難水災嘛，說呢，尤其南部那個南高屏淹水，所以被當成好像國家有災難。哦，卓榮泰說，為什麼？因為我們文宣費被砍，所以呢，發言人要努力。雖然沒有錢了，發言人你多發言啦，對不對？那免費的文宣好好去做啊，哦，這個就不會被人家批評說發國難的這個操作啦，哦。那另外昨天說沒錢嘛。哦，所以只能電話聯絡救災啊、勘災啊。今天這個到了屏東，盧秀燕說他在找理由了，但是災民的心在淌血哦，災民的心裡一定在淌血。那另外呢，這個從只能電話勘災到親自到屏東去，卓榮泰回應說：“我絕對不會讓農民孤單啊。哦”那因為晚一天去勘災嘛，所以被指說是在做政治的賭博。那民進黨的黨團幹事長說，民進黨沒有政治精算啊。我覺得莊友雄講的話，但只有他自己相信，他自己可能不相信哈。那另外呢，卓榮泰只能電話勘災被罵太矯情了，所以謝龍介就說：“你不想當行政院長就辭職，你這樣講傷了南部人的心哦。南部淹得那麼厲害，你怎麼只能電話勘災呢？你行政院一年預算3兆，怎麼會沒有錢呢？哦，所以媒體也問說，卓榮泰真能苦民所苦嗎？哦，在苦瓜棚下去酸這件事情哈。”而且呢，晚一天勘災，民進黨也擔心，這是不是你這政治這樣是對嗎？你這樣政治的豪賭、政治的對賭，你真的算清楚了嗎？哦，所以呢，這個媒體是說，民進黨是操作國難，國家有難，而且呢，勘災變成政治勘災，哦，吹牛一波就破。我們看一下，前一天，總統賴清德也到高雄勘災，卻說不要每次淹水就質疑治水預算花到哪邊，人民繳稅。政府編預算，立法院審預算，工程做完，人民家裡還是淹水，到底為什麼不能問？怎麼看國民黨批治水預算雙標又卸責？院長去勘災，然後被國民黨說是操弄國難。市長有沒有很清楚？昨天還在下大雨的水患的地區，今天就來這裡談電的問題。暢談新能源西裝筆挺，行政院長卓榮泰回顧前天還穿着紅色背心到屏東淹水災區，卻也被質疑為何24號卓榮泰以行政院施政推展聯繫費遭檢列553萬元為由沒去勘災，還說只能電話聯絡。時隔一天卻現身屏東，並說動用內部的業務費勘災，也接受動用2倍金。在黨說這就是在操弄國難水患尤其這種災情都不應該拿來把它分藍綠。去台中參加輔選活動，交通費忽然出現；要去南部看災民，行政院的錢包就瞬間消失了，少了553萬元，行政院的公務車就發不動了，高鐵就刷不過了。南下來勘災，第一時間哭喊沒錢，時隔一天，問題卻突然解決，早知如此，何必當初？那文君。有這種行政院長真的可恥又可悲，因為我們看到這幾年來，其實各地其實都發生過一些災害，比如說像花蓮光復的堰塞湖，然後還有南投其實卡努台風的時候受災也非常的嚴重。那像近期台北的內湖，那現在南部更是非常的多，像之前88風災或者什麼，它造成的災害其實都非常多。可是，在88風災的時候，大家有印象，我們不管是重大的天然災害，其實大家第一時間一定都是集合所有的人力物力，然後去搶災救災。可是在這幾年，我們看到每次發生我剛剛講的那幾個，不管堰塞湖也好，不管是內湖的淹水也好，不管是南投的卡努台風造成的災害也好，行政院第一時間都是責怪在當地的政府，或者沒有辦法去及時的救援的情況底下，其實還是都是用消遣或者這種指責的這個態度。那這一次又把它操作成像真的是讓大家覺得沒有血又沒有淚，因為南部其實是他們的門面區。大家都這麼支持民進黨的情況底下，居然沒有錢可以勘災，因為大家拿來做最好的比喻，就是你可以包機，不管它是公務的經費或者是你私人的經費，200多萬包機都可以去到日本看球賽。今天如果有國人深受水難的時候，你居然沒有錢可以勘災，只能打電話，表示第一你無能，因為有你或沒有你都沒有關係。
第二，其實你在這樣子的情況底下還要做政治操作啊，其實我覺得這真的是民黨現在最悲哀的地方。我們看，目前其實我們也知道，像剛剛提到，我們這幾年也編了很多預算，說韌性。所謂的韌性，就是在你發生災害的時候，你應該要怎麼樣去因應啊？抽水馬達其實跟台中調界，我覺得這個無可厚非，然後大家可以互相去支援。可是當你南部其實也發生過這麼多次的情況底下，我們編了這麼多的錢，你應該缺少什麼樣的機具，或者應該要做什麼樣的準備？我覺得這個也應該都要去考慮到的。那就這些面向來看，我們還是可以看得出來，在預算上面，其實3兆已經是天價了，然後動不動就說沒有錢，包括庇護工廠都可以拿出來說嘴，我想這個可能都是現在執政黨會慢慢的讓所有的人民會覺得非常不可信任或者沒有辦法依賴的一個地方。周榮泰這次表現真的很爛啊，履歷很爛。你覺得這次完了會被換掉嗎？還是繼續幹？繼續幹，你們年底怎麼選呢？這個很難說啦，因為畢竟年底的選舉還有一段期間。你說如果現在換閣揆，那年底選舉完，如果又要換，這樣子好像也怪怪的。所以呢，我覺得這個可能要到2026年底選完才會知道。那至少在目前為止，這個水災的問題，我覺得還是要去面對，因為畢竟無論是在台北，我們內湖的這個6月25號的災情，或者現在高雄，都是說時雨量或者是雨量破了記錄。高雄這一次是連3天下了1000毫米單日的這個雨量就已經達到530毫米，比莫拉克風災還要大。那內湖那一次也是說時雨量破紀錄，可是對於民眾來講，就是不希望能夠淹水。那就算淹水了，也希望政府找出原因。我們要知道為什麼會淹水。所以我覺得對高雄的民眾來講，這一次全台淹水的前10大熱區全部都在高雄。那確實這個時雨量很高。可是另外一個就是說，雖然我們有撥治水的預算，也都已經在努力了，可是大家想要知道就是說，那哪些地方因為你的治水，所以不會再淹了。然後這一次因為什麼樣的狀況所以才淹水？我覺得民眾要的是一個合理的說明。那行政院院長去勘災，其實就是希望各部會去找出問題，後續還有哪些不足的地方，需要再撥預算、再經費再去協助。那我覺得任何政黨無論藍綠都不應該這個耍嘴皮子或逞口舌之快，也不應該拿來作為政治的操作，因為其實受害的永遠都是民眾。那對於政府來講，就是有責任解決問題，無論中央或地方，都是應該要一視同仁，一起努力，而不是雙標說今天這邊可以，那邊不行。我覺得都應該要一起檢討。這個極端降雨當然是越來越頻繁哦。可是各位還記得嗎？當台北遇到強降雨的時候，綠營上上下下是怎麼對台北市的哦？嘉宇也去了，積水退了之後，在水溝那邊觀察裡面有沒有植物啊，是不是？然後評比這個積水是否清澈。台北雨後積水很快退掉的時候，他們都絕口不提哦。那我們的路在積水退了之後有破洞嗎？馬路有把公車吃掉嗎？民進黨執政的縣市卻在一樣的狀況的時候，這個大喇喇的把這個強降雨雨下的太大作為所有問題的萬用答案啊。嘉宇剛剛說，這個政治人物遇到天災不應該耍嘴皮子，我覺得他講得非常好，但他應該要去跟這個周榮泰好好溝通一下。盧秀燕市長的即刻救援，甚至他不吝嗇的公開稱讚陳其邁，說政治人物面對災害就是這個設法解決問題。他沒有趁高雄淹水的時候落井下石，他是先把抽水機送下去，這個才叫同島一命不分藍綠。但是他剛好凸顯了中央政府的失格哦。你想想看，地方政府分屬不同政党，他都可以一通電話馬上這個盤點需求。設備跨縣市支援，但是卓榮泰面對南部的災情，他第一時間想到的是總預算被刪啦，所以我只能打電話。地方首長沒有設備，他會打電話跟別人借。中央政府手握3兆總預算、第2預備金、災害準備金，中央各部會這麼多的人力跟資源，但是他先告訴人民啊，因為在野黨刪我預算，所以我寸步難行。這不是能力不足，這是腦子壞掉了。那更荒唐的是，昨天才講沒錢，今天就下去了哈。那自己打自己一巴掌，打得很響，但是他沒關係，因為這個只要自己不尷尬，尷尬的都別人，所以他就說我這行程早就安排啦。政府本來就會克服困難啊，那你為什麼前一天要說你沒錢呢？那只能打電話。那這2件事情只能存在一個狀況：你昨天說謊還是今天說謊？卓榮泰應該要講清楚嘛。那災民淹水已經很慘了，還要聽你在那邊講這些543哦。總統跟院長南下之後，更糟糕的是這些政治語言完全沒有停止哦，還是繼續哦。賴清德不去問災民說淹多深啊，排水設施哪邊要加強啊，補助什麼時候能到，他反而在那裡
強調大台北拿了多少治水經費，然後要外界不要責怪中南部。可是哪一位災民在怪中南部？人民真正質疑的是你執政的父母官啊。那南部民众在意的是這些工程到底有沒有做到位啊？那可是我覺得赖政府就刻意，賴總統啦，刻意把監督民進黨政府這個聲音轉化成偷換概念，變成責怪南部。你就是在制造南北對立啊！台北的民眾，大台北的民眾，就算國民黨現在是執政好了，他難道不是你的人民嗎？你是總統還是你只是民進黨的主席？賴清德的格局真的小到讓我覺得不可思議哦，比他當年做台南市長的時候心胸還要狹窄啊！不對，那時候就很狹窄。這個高雄出現天坑哦，這個天不是天上掉下來，是指它很大，所以他應該要面對問題，到底是雨水掏空，還是這個管線破裂，還是回填不實，還是施工品質？你中央地方這麼多年投入高雄的這些治水經費，改了哪些地區？不是一句說雨下的太大就不行哦。到底為什麼會破？誰應該要負責？其他地方會不會發生？你可以同島一命，但是不能同島失義哦。這個可以不分藍綠救災，但是不能不問是非就責。振宇其實我覺得大家還是要回想一下，剛嘉瑜特別說不要耍嘴皮子，也不要雙標。我就來跟大家我們回憶一下，台北淹水的時候，總統跟政院都說要檢討。要去審視到底哪個環節有問題，到底有沒有清水溝。這個時候南部淹水的災況頻傳的狀態之後，你知道嗎？我們的總統跟我們的閣揆跟我們說什麼？不要究責，這不是雙標，什麼才是雙標？這是讓人家非常匪夷所思的地方。我們還是要說，3兆多的預算，現在目前行政院正在執行當中。勘災，你跟我們說因為沒有辦法，因為你沒有錢，所以因為被刪掉了，所以不能勘災。剛剛佩君講得很好，到底是你昨天說謊，還是你今天說謊？我們要看的是說，今天你整個政院閣揆，你到底有沒有能力做事，而不是把天災的災害去怪到說沒辦法，因為藍白去刪預算，真的是藍白刪預算嗎？你3兆多的預算到底花去哪裡了？其實我們大家現在要想的是說，人民真的不在乎到底是刪了多少，或者是說減了多少，而是說編了多少，我們現在做了多少的事情，而是說大家知道嗎？沒有預算勘災，它是假議題，但是花了這麼多的預水的治水經費，你還淹水，這才是真正的問題。所以我相信南部的朋友，你們一定要心裡要有一個底，真的不是說隨便選了一個西瓜水果各種，你們就要投票下去，而是你要去審視過去20-30年來，你們真的有好好被照顧到嗎？而不是說票投了，但是水還是淹進來了。我想這才是人民最失望的地方。休息一下再回來。好，柯志恩說呢，這個民進黨卸責，為什麼人民還淹在水裡？賴清德說，你罵中南部治水不公平，為什麼呢？因為錢北部拿比較多所以呢，我們錢本來就比較少，為什麼罵我們呢？那所以賴清德為卓榮泰緩頰，說呢要克服種種困難去勘災那另外賴清德說呢，台北防洪投入這麼多年來投入好幾千億啦，不應該一個極端降雨就怪中南部治水錢，說花到哪裡去啊？這是不公平的那另外呢，這個說淹水面積比莫拉克風災的時候減少99%，所以呢，賴總統肯定行政院，肯定中央跟地方，這是我們共同努力的成果所以不要再罵了那謝龍介轟了，說你知道3天淹4次水的心情嗎？你光講風涼話，對不對？那居民水深火熱你知道他們的心情嗎？那另外呢，這個台南勘災說減少了99%的面積，不要批評，網友就生氣了。我說我們家準備好梯子了，預備爬屋頂了，淹成這樣還叫改善了99.9%？怎麼叫改善？幾乎只剩下0.1%啦，有這種事情嗎？所以呢，國民黨說南台灣這是淹大水，政府是雙標的，政府的治水政策及預算都應該受到檢驗，到底花了多少錢？你的政策的對不對？那另外呢，賴清德說不要南台灣淹水就批判，那國民黨說多少錢才夠，才不咕嚕才不會淹水那另外呢，說責任遇到選舉就轉彎了國民黨的立委李彥秀說因為呢你說不能夠責備，不公平那到底要怎樣？你花那麼多錢是要看到績效
淹水，每次淹完水就編很多的預算，不管是預備金啊，這個年度預算了，然後到時候呢，下次照樣淹水，淹水的時候，大家說這個時候不要責怪，不要責怪，那總要追究責任呢，到底怎麼回事呢？我們看一下。大台北地区的治水是早於全台灣。如果以近幾年治水工程的經費來算說，中南部拿比較多，北部拿比較少，然後來批判中南部的治水，我覺得這個是不公平的。看災之餘，不忘幫南部首長喊冤，絕非治水不力，拿錢不做事。而回到本命區台南視察時，總統也在搬出12年前市長時期的治水成績。我治理三爺溪啊。我是把那個河面拓寬從17公尺拓寬到25公尺，同時呢，我往下浚深1公尺。但台南淹水仍是事實，這也難怪總統以老市長的口氣，現場指揮台南市府團隊如何治水。而站在一旁的市長黃偉哲、市長參選人陳亭妃表情凝重，也只能點頭如搗蒜。把我以下這段話一定要記住：如果側溝沒有清，雨水下水道沒有下去看，沒有清，就一定要求各單位報告目前的執行情況，然後用正風來督導。如果執行不力的話，就依照法律懲處。一場大雨淹出藍綠執政縣市，比拼到底誰更會治水。不過也有暖心時刻。你們有6寸抽水機嗎？我們有，但不多。剛開完市政會議就接到急電，而電話另一頭是高雄市長陳其邁。我現在傳給你，我大概談一下，大概半個小時後給你，好吧？恰巧也體現出在天災面前不分顏色黨派。不，其實基本上下大雨淹水，大家都知道，這也不是很容易就算出來了。我的排水措施能夠排多少水？每分鐘、每小時排多少水？下了多少雨？如果說我的設施是不夠的，那一定會淹嘛。那問題淹了以後多久可以這個把它排掉？另外呢，我平常這些下水道有沒有清淤的呢？可以算出來的。所以基本上扯來扯去，吵來吵去是沒有意義的。只是說卓榮泰這個態度讓人家生氣嘛。什麼不能夠到中南部，不能到南部勘災，高屏不能勘災，因為預算被刪了，只能用電話。你這個就是讓大家覺得說，你到底搞清楚搞不清楚啊？不管你做過立委，他做過立委哦，然後現在又當行政院長，你連這個都不懂嗎？你可以用什麼錢？你不知道嗎？這不是很奇怪嗎？所以大家責怪的是你的態度。其實下雨，當然大家都希望趕快救災嘛，這是救災最重要。在這個時候不是追究責任的時候，但你那個態度是很奇怪的嘛，賴元之。對，卓榮泰就是把民眾當笨蛋了，因為他第一時間是說錢被刪掉，他不能夠去南部勘災。我那時候還以為是怎樣，你公務車的錢被刪掉，為什麼你不能出門？他其實都到處跑照，只是不能去南部。後來晚上就自打臉，就理由是說，因為在野黨說可以用2倍金，然後可以用災害的那個救助金，所以我欣然接受，所以問題解決。天哪，一個行政院長都做2年多，他不知道2倍金可以用，還要在野黨提醒他這胡說八道到極點。我覺得卓榮泰講話為什麼會有人信啊？那些青鳥你們會信嗎？就是因為青鳥們都會信，所以卓榮泰就會越講越誇張。這真的一個行政院長講這種失格的話，真的是超離譜。然後我剛剛看到那個賴總統他回到台南，然後在分享他的治水的成績。但其實對於台南的災民而言你講那麼多有什麼用？他們就是一直持續在淹啊。然後呢，這個賴總統又說因為南部的治水預算不夠，所以不能因為一次淹水呢就抹煞了治水的成績。但是問題是不是一次淹水啊？是只要每次一下大雨就淹啊。更何況是2014年，當時賴總統在做台南市長，2014他那時候競選連任，其實他就把他連任的重要的政見，就是要打造台南成為水與綠的海綿城市，就是他講的2014年講的然後他有具體做法他講說台南有1/3都是易淹水區，所以他上任之後要把治水列為優先的施政，比如說要爭取經費，要建那個蓄洪池、分洪道、抽水站、堤防等等。所以他2014年他就知道台南很容易淹水，然後他就要爭取預算。好，那他原本2014年，後來他做到2016嘛，他就去做行政院長。哇，那行政院長更能夠分配預算啊，所以你應該就會分配預算到台南，讓台南繼續去施政啊。然後後來呢，他卸任之後當副總統，當總統。那從2014到現在已經12年了。請問賴總統，你2014就已經知道台南很容易淹水，而且你列為施政的重點，那為什麼12年你已經貴為總統，台南還是一直在淹呢？所以這個就是大家想要問的問題嘛。你知道問題，也編了錢，也花了錢，但是問題沒有解決。
那這個當然作為我們在野黨，我們當然想要知道啊，因為錢就這麼多，你做資源分配，那為什麼沒有效果？所以我覺得政府的態度是這樣啊。像卓院長不適格，是因為他第一時間想的不是救災，想的是鬥爭。那賴總統應該就是好好的回應大家的問題，就是到底錢給你了，你有沒有用對地方？你有沒有認真在做？那接下來你還需要多少？那再給你，你能不能做到好？我認為這個是你要回答的問題而不是說就是說，哎呀，不要罵我們吶，我們已經很認真。我覺得這樣態度不對。內嘉瑜，我覺得当然对于政府来講，手心手背都是肉，尤其是台南更是我們賴總統的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所以我覺得絕對比任何人都要關心，也更要這個用心哦。那所以這一次，我覺得賴總統也親自去台南去了解這些災情。其實每一次賴總統都一定會到現場去了解跟關心，但是關心之後，我覺得民眾想要知道的是，那為什麼還會淹水？為什麼又一再的淹水？這個問題能不能解決？那當然，天災的問題有時候時雨量或者是這些極端氣候，當然我覺得無可避免哦。這次台北也是一樣哦，或台南、高雄也是一樣。但有沒有一次比一次的進步？而在這過程中，我們又做了什麼？我覺得這些交代跟說明，對於民眾來講都非常的重要哦，不是只是說淹水的時候來關心而已，而是平常的努力跟平常的這個防災的預防。包括剛剛講水溝有沒有清啊？這些我相信不論台北或台南、高雄，大家都一樣的關心，就是說這些平常該做的工作有沒有做，交代清楚、說明清楚，這個都比勘災來的重要。那更何況如果花了1000億的預算，到底這些預算花到哪裡去？有沒有效果？那這個治水有沒有治標？治本？這些問題，我覺得都是每次淹水之後都要重新的來檢討跟思考的。鄭宇。其實我覺得是要這樣子哦，大家看哦，我們的治水預算年年編，前瞻經費我們也投入了，人民真的不是要看說現在中央政府或者是地方政府到底花了多少錢在這些經費上面，而是說今天我們大雨來的時候，真的超過時雨量的狀態之下，為什麼現在全面淹，而且它淹還是退不了的？如果說大家今天看哦，台北市一直以來其實不管是柯市府時期到蔣市府時期，一直以來我們的海綿城市是讓大家可以看到，即便是急速的極端氣候的時雨量超過可負擔範圍，但是它的退水的機制是快的。但是現在的狀況是什麼？現在的是南高屏的退水時間非常的緩慢，這才是大家要去檢討跟監督的地方。當然了，我們當然不會說民進黨的執政縣市把天災當成是武器化拿來去攻擊政敵，我們也不會說你把災民拿成當工具化，然後來去批評現在的城市治理如何，而是我們現在真的要看到的是說，不要說台北淹水你要就責，南部淹水請大家就是多多體諒，不要，這個不是我們想看到的一個國家治理的首長，或者是說我們的領導者該有的樣子，而是說我們現在大家要同島一命的狀態之下，我們能不能別分黨派，我們能不能別分顏色，而是說大家齊力救災，因為真的每天苦的都是這些災民、這些受災戶，而是現在政府到底提了什麼樣的機制可以幫助他們重建？難道是說又要像花蓮一樣，我們又要動用2300萬人民的力量民間的力量來去重建他們的生活嗎？那我們要政府做什麼？所以還是要呼籲民進黨的朋友別分顏色，別分黨派，好好的一起來救災，好好的一起來整治我們台灣人民的生活品質。我想這才是人民想期待看到的了。國民黨團送了一個空白支票，就讓你賴清德總統你自己填錢，你到底還要多少錢？無上限、無限期，到不淹水為止，還要多少錢才能夠不淹水？來，文君委員。其實淹水的問題，在目前的極端氣候，每個地方都會發生，可是要解決淹水，其實很重要的大概就是它在出口的部分。因為如果說你只是做樣子，然後可能把錢花下去，然後做一些硬體，看讓人家覺得說你可能有做了，可是每逢這種時雨量暴增的時候，其實還是不斷持續的淹。我覺得這個可能就是沒有把錢用在對的地方，是不是？這個部分我們這一次為什麼會特別提到說，你到底還需要多少錢？是因為你每次下這麼大的雨，我們不是說下雨都不能淹，可是剛剛有提到你在很快的速度就可以把水排掉，其實這個可能才是我們解決淹水問題很重要的一個設施建設的部分。那現在就是希望
告訴大家，我們所有的納稅錢，你不斷的編列，已經高達數千億。其實從過去到現在，如果算下來，真的有很高的這些治水預算，你都用掉了。到底你還要多少？因為到底原因在哪裡？你必須要告訴我們所有受災的民众，那應該還要多少錢可以做好改善？這也是他們必須要交代清楚的。就是治水，台灣哦，这個花的錢真的很多，治水防洪，花很多錢。但是每次下雨，他說啊，現在不要扯責任，現在不要責任，先把救災搞好，救災搞好。等到救災過幾天完了以後，大家就視如這個好像船過了就痕跡都沒有了，變成這樣子哦。所以永遠那個錢是很多的錢投進去，下次大雨來又淹了，大雨來又淹了，然後就推給極端氣候，推給這個，推給那個。哦，其實都可以算出來的。我花了多少錢，做了多少這個防水的這個工程，然後它可以排掉多少水。如果的確下的雨量在瞬間超過我的這個能夠排放量，當然沒話講，你可以算出來的。這不是嘴巴亂講一通，工程師都算得出來的。休息再回來。